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，我恐怕这辈子都不敢相信我的老公在陪着我的好闺蜜做产检。我一直都陪你做产检，都不搭理顾小雨，你还哭什么呀？这可不够，以前好日子过上了，打算什么时候给我和孩子一个名分？好了好了，我就是办个婚礼，我又没领证，我心里只爱你一个。我娶顾小雨还不是为了得到她顾氏的投资，给傅氏渡过难关吗？乖，别气了，我带你去吃大餐。她那种大小姐，看着就无趣。你再等等，等傅家的危机过了，我就让她净身出户。可是我现在肚子越来越大了，要是让大家知道我俩的关系，那我们……你别急，我倒是有一个办法。你和顾小雨预产期差不多，等咱们孩子生下来，我们就让那个大小姐替咱们养，怎么样？你说的这个办法能行吗？我就说这孩子是我捡过来的，她一定会同意的。等到她把咱们的孩子养大了，继承了她的那部分财产，再把我们的孩子给认回来，这不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吗？老公，还是你厉害。大小姐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呀？我们念安快点长大，他的父亲在等那一天。我也是。不知道的还以为傅念安才是他亲生的呢。傅星汉，这么多年来，我按照你的吩咐，把念安当成亲生儿子，却把亲生女当成傅云婷，你一定会认同，对吧？小雨姐，你们怎么这么晚才到家？女儿的婚礼都过去半个月了。我收到念姨的消息，说你把她嫁给了秦家那个瘸子的秦少，为的就是以后给念安铺路。念姨是这么说的。小雨啊，做得好。那女孩子佳佳早点嫁人挺好。秦少虽然残疾又性格暴戾，但秦家是新承新贵，念姨嫁过去不会吃苦的。傅星汉，你还真是厚此薄彼。小雨姐，你可真是个识大体的好女人呀！这刚开始，星汉哥还担心你不让念安嫁过去呢，硬是拉着我让我过来劝劝孩子，顺便问问念安的高考成绩怎么样了。我既然答应了星汉，就会把念安当成亲儿子一样对待。我看你们是想看念安的成绩，顺便看看我有没有把女儿嫁出去吧。好，做得好。这个拿着。根本就不是我的尺码，怕是江茶茶不要的才轮到我的吧？哟，还是限量款的。哎呀，小雨姐，你赶紧换上，让我们看看呀！我这做饭呢，熏一身油烟味儿。我呢就是家里的这裙子太多了，放不下。姐姐要是喜欢，随时可以找我要去啊。你好好照顾儿子，需要什么我再买给你。对了，小雨姐，这念安的高考成绩还没出来吗？大小姐，好消息，好消息！大小姐，念安考上了，考上了，考上清北了！大小姐，念安考上了清北，还是咱们全市的理科状元。真的吗？录取通知书在这儿，大小姐千真万确呀！太好了！你听到了吗？咱们的儿子考上了名牌大学，还是全市第一。你也不看看他是谁的儿子，咱俩的不会差的。大小姐，这10几年真的是辛苦你了，要不是你辛辛苦苦的养育他长大，这孩子不可能有现在的出息。刘管家，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。我儿子考上名牌大学关顾小雨什么事儿啊？这只能证明是我们儿子聪明啊。顾小雨他就会做饭，他有什么贡献啊？姑爷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们大小姐呢？这10几年可都是她一个人在国内照顾2个孩子，你什么时候过问一？好了，王妈，您别怪他了。再怎么说，他也是念安的父亲，而且中间也给念安寄了不少钱呢。小姐啊，你可真是苦尽甘来了。要是念安亲生的就更好了。刘管家，我跟你说过，我对念安啊就跟亲儿子一样。你亲生的，你也配？对了，刘管家，你帮我安排一下，我要给我儿子准备一场隆重的升学宴，庆祝我们傅家出了一个省状元。到时候一定要把新城所有有头有脸的都叫过来。刘管家，星汉说的对，念安考上了名牌大学，是该好好庆祝一下。好吧，我们终于能跟儿子团聚了，这一天我都等了10几年了。别急，再忍几天，等到升学宴当天，我就让你们母子相认。对了，星汉，升学宴这天我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你。礼物？什么礼物啊？不要急嘛，等到那一天你就知道了。准备了18年的礼物，傅星浩你一定会喜欢。
好儿子，你可真给你爸长脸。这车送你，你都成年了，得有辆自己的车。儿子，这可是限量版的豪车，赶紧拿上。你江阿姨一番心意，你就收下吧。谢谢江阿姨。那我先带儿子去宴会准备准备，你们继续迎客吧。你看看这顾小雨这得意的样子，又不是他亲生儿子考上了状元，他还让念安叫我阿姨，我听着就难受。行了，忍忍吧。过了今天，我们一家3口就能团聚了。到时候我看看顾小雨还能不能笑得出来。喂，非常感谢各位在百忙之中能来参加我儿子傅念安的升学宴。多谢。今天啊，我们欢聚一堂，借此机会，我还要公布一个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啊？竟然能跟考上清北并列！这傅家最近喜事连连，真是撞大运了呀！难不成傅星汉要带着老婆孩子，全家一起去国外定居？小雨姐，你说星汉哥一会儿要宣布另外一个好消息，会是什么样的好消息啊？我想一定会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吧。这跟顾小雨没关系。老公，这个好消息和我没关系，难道和江茶茶有关系？哼，这个好消息就是时隔18年，终于找到了念安的亲生母亲，这个人就在我们中间。你说什么？傅星汉，没想到你真的在今天解开这个秘密。既然这样，希望银河的惊喜你不喜。消失了18年，在这个节骨眼露两把，这不是明摆着捡现成的便宜吗？人家小雨一把屎一把尿把孩子带大，这当爹的啊，全程不出力，逍遥快活也就算了，现在还把人家亲妈找来跟小雨抢人，真不要脸！哪有这么巧的事？我觉得里面肯定有猫腻。这些年来啊，我一直把念安当作亲儿子一样看待，但他的亲生母亲也一定在失去儿子的痛苦中煎熬着。我从未放弃过寻找，直到这次回国，我终于找到了念安的亲生母亲，让他们母子能得以团聚。念安虽然不是我亲生的，可在我心里他就是我的亲生儿子，我也不希望他离开我。可是这对念安不公平，他有知道自己身世的权利。况且，我也想见见念安的亲生母亲，她到底是谁呢？小雨姐，麻烦你让一下。好，我就是念安的亲生母亲。这江茶茶是傅念安的亲妈。江茶茶，我就知道你们今天一定按耐不住要跟我抢孩子。我可怜的孩子。江茶茶，你的演技还真是……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我当时生孩子的时候，医生骗我说我生了个死胎，我当时心如死灰，我以为我将永远失去我的孩子。还好老天开眼，给了我们母子再一次相见的机会。我的孩子被星汉哥捡了回来。你是说当年你生了个孩子，还被你青梅竹马的负心汉捡回了家？哼，这世上有这么巧的事吗？你怎么确定念安就是你的孩子？说不定当年你儿子早就死了呢。当年我孩子出生的时候，我记得后脖子上有一块青色的胎记，念安后脖子就有一块一模一样的，他就是我的孩子。你跟傅家走得这么近，现在认孩子早干嘛去了？大家说是不是啊？我也是前不久才知道这件事情的。我们母子竟然阴差阳错的分别了18年。儿子，妈妈想你想了整整18年。姐姐，你不会真的狠心阻拦我们母子相认的吧？当然不会啊，只要能认定念安是你的亲生儿子，我愿意今天就把他还给你。真的吗，小雨姐？妈，你说什么呢？大小姐，你傻不傻呀？现在念安有出息了，你同意还给他，这不就是替这个女人白白的养了18年的孩子吗？茶茶是我的好姐妹，她让我帮她养孩子，如果是真的有苦衷，我可以理解。对，还是我老婆识大体啊。老妈，茶茶可是县城大小姐，你觉得人家愿意把孩子扔到国内，让一个没见识的土大矿养着吗？我也觉得这世上不会有哪个母亲愿意抛下自己的孩子让别人养的，而且还是18年不闻不问的。也许真的是巧合。对，有些人啊，就是没生过孩子，不会理解一个当母亲的心情的。我相信茶茶说的话，念安啊，就是他亲生儿子。好了，大家都少说两句吧。既然现在这事情已经公开了，那也算是团聚了，也算一件喜事儿。不过现在最关键是，这孩子以后跟谁生活呢？是亲妈还是养母？这还用说吗？念安是茶茶的亲生儿子，当然跟着亲妈生活了。就算我和小雨舍不得，也不能阻止他们母子团聚吧？我说的对吧，小雨？说的没错，我毕竟是养母，确实不应该。小姐，所以我都和茶茶都商量好了，办完这场升学宴，
我和查查就带着念安一起移民去国外。等等，你们俩带着念安去国外生活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人家母子团聚跟你有什么关系的？是这样的，我怎么说也是念安的养父，这么多年感情我实在也放不下，而且念安离开家生活，我怕他也不习惯，我就过去陪他几年，让他慢慢习惯。你意思是把小雨留这儿，你和江查查带着念安去读大学的地方照顾他？你听听你说的是人话吗？不是我不带小雨去，而是顾家的产业离不开他呀。谁不知道啊？你们两个在国外早就厮混在一起了。大小姐啊，你怎么一句话都不说？你真打算让这两人把念安带走？这女人是不是知道些什么？傅新浩，我看你还能装多久？今天我就要向你揭开我埋在心底18年的真相，到时候你的表情一定会特别精彩。还能不能再快一点？副总啊，车速已经够快了。18年，小雨，你等着我，我现在就过来见你。我只有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既然你们口口声声说傅念安是江查查的儿子，那他的亲生父亲是谁？据我所知，江查查应该没有结婚吧？那他的这个儿子是哪来的呢？是啊，怎么只有江查查这个生母来认亲？她丈夫怎么不现身呢？我丈夫去世的早，念安是他的遗腹子。不对啊，就算是殷寒没有丈夫结婚，也没有大操大办，圈子里的人也都知道他是我的丈夫啊。你这个保密工作做得挺好的，你结婚了，连一个人都不知道。查查都说了她丈夫不在了，你还要这么咄咄逼人，你就没有一点同情心吗？论同情心，我确实比不上你。有妇之夫对别的女人嘘寒问暖，处处维护。我倒想问问你，在这件事当中，你究竟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？怎么江查查认亲，你比人家的亲妈还要积极热心啊？我早看他俩不对劲儿，难道之前的传闻都是真的？顾小雨，你在乱说什么？我跟查查清清白白，在国外又相互扶持，我照顾她怎么了？那你还照顾得挺全面的呀。我倒想问问你，在这件事当中，你究竟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？怎么江查查认亲，你比人家的亲妈还要积极热心啊？我早看他俩不对劲儿，难道之前的传闻都是真的？顾小雨，你在乱说什么？我跟查查清清白白，在国外又相互扶持，我照顾她怎么了？那你还照顾得挺全面的呀。这是傅新浩跟江查查的偷情证据。我在国内带孩子，你们在国外做夫妻，公司里都只知道江查查这个富太太，却不知道我顾小雨，真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吗？傅新浩，这张照片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们不会连这种照片都相信吧？你们都仔细看看这张照片，根本都没有拍到正脸，这只是背影而已。那怎么就肯定这两人是我和查查的？说的也是啊，而且这照片这么模糊，我真的看不清楚这里面到底是谁。没想到到现在了，你还不敢承认？捕风捉影，你都偷拍我们了，肯定是有备而来。谁知道安的什么心？再说这都没拍到正脸，你怎么就能确定是我和查查呢？那这个呢？你也要说是假的吗？那这个呢？你也要说是假的吗？结婚照，傅新浩，怎么是江查查的名字？傅新浩不是和顾小雨是夫妻吗？没想到证都领了。在国外和其他女人潇洒了18年，现在还想来摘桃？那顾小雨这18年又是给他生孩子，又是牺牲股份，那他算什么？这江查查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未婚先孕，还把孩子甩给别人带，哪个当妈的能做出这种事儿？还给我！急什么？这张只不过是复印件而已。你既然做的这么绝，那我也摊牌了。我和你只是包办婚姻，我一点都不喜欢你，和你在一起只会让我感觉痛苦。要不是为了联姻，我才不会娶你。我和江堂桑才是真爱，是你说服了我。当初要不是我妈给我下药，我怎么会和你有孩子？我好心好意给你扮演丈夫这个角色18年，我也给够你补偿了，你还想怎样？实话告诉你，念安就是我和查查的儿子，他就该和我们一家团聚。我当然知道你们是一家人，而且在18年前我就已经知道。念安就是我和查查的儿子，他就该和我们一家团聚。我当然知道你们是一家人，而且在18年前我就已经知道。新汉哥，他说他都知道。什么？你知道？你少在这胡说八道！你知道你能藏着这么多年？和你们一样，我也有个秘密藏了18年。大小姐，你明知道傅念安是傅新汉和这个白眼狼的儿子，你怎么还能帮他们养这么多年的孩子呢？顾小雨是不是脑瓜子进水了？这不是犯贱吗？难不成离开傅新浩会死？这么委曲求全的？查查是我名正言顺、受法律保护的妻子。顾小雨，要不是我妈当年下药让你趁虚而入，爬上了我的床，我这辈子都不会碰你。你现在有了傅念凡这个女儿，给你养老送终，也算我对得起你。以后我们和念安生活，会让念安继承傅氏集团。这么正义凛然啊，好像你把念一留给我是对我多大的恩赐一样。
两个都是你的孩子，你为什么不把念一接回傅氏？是他自己不想去吗？我只认查查给我生的孩子，他就是你。好像你把念一留给我是对我多大的恩赐一样。两个都是你的孩子，你为什么不把念一接回傅氏？是他自己不想去吗？我只认查查给我生的孩子，他就是念安。我不要待在秦家！爸，你怎么才回来？我都快被欺负死了！我刚嫁进门，那个残废就打我骂我，还不许我出门和你们联系。我不想再这样了，爸，你救救我吧！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你还回来干什么？爸，是妈，是他把我嫁给那个死残废，为了给傅念寒做助理。我可是你女儿，你一点不在乎我的死活吗？爸，我也是你女儿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我不想留在秦家了，爸，我求求你了，我也是你的骨肉啊，爸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是个女儿就罢了，还是个连老公都抓不住的废物！爸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爸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！你求他也没有用，你以为你嫁给秦少的事情，你爸他不知道吗？你求他也没有用，你以为你嫁给秦少的事情，你爸他不知道吗？我告诉你，你爸他不仅知道，而且你给我闭嘴！我能到现在这种地步，都是你害的。要不是当年你斗不过江茶茶，我才不会被傅家抛弃。你明明知道傅念安是爸和别人的儿子，你还要事事都偏向他，给他最好的资源，对我毫不关心。我才是你的亲生女儿，我才是。你为什么要忽视我真的18年？为什么？忽视、偏心？傅念怡，从小到大，你和念安用的、吃的、穿的都是一样的，哪怕你成绩不好，我也给你送去了和念安一样的学校。我哪样偏心念安了？可你呢？每天只知道贪图享乐，和一群混混厮混，更是贪慕虚荣，自己攀上了秦。我有劝过你，秦家是个是非之地，你为了荣华富贵不听劝告，你现在过得不好了，后悔了，就把一切算到我的身上，还到处胡说是我为了给念安铺路，逼你嫁到秦家。你觉得这样对我公平吗？竟然是这么回事！这傅念怡啊，小年纪心眼可真够多的，自己贪财就不说了，还给亲妈扣了一个卖女儿的黑锅。是啊。当初明里暗里有多少人骂小雨黑心，但是他一句话都不辩解，为了女儿咽下这口苦水。真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。秦家也是倒霉，本来是门当户对的联姻，没想到被算计一道。竟敢在外边这么败坏我秦家的名声！明明是你设计爬了我的床，现在却说是被迫嫁给我了。我没说。不管怎么说，你嫁给了我就是我的人，你就是我老丈人。我们秦氏和傅氏也算是联姻。现在我在秦家遇到一点小麻烦，你们不能不管我们吗？你们要是不管，我回家就打死他。哎呀，我说，你要是敲竹杠，可以去找他亲妈呀。这个丫头跟我们可没有半点关系。如果说连他的亲妈都不管的话，那这要打要骂你随便。真可惜啊，你这辈子认错了妈，不像我。自从我们家念安出生以后啊，我就已经为他策划好了后面所有的路。我现在这样，都是你害的，你不能不管我。我为什么要根本不是我亲生的。从一开始你们就搞错了一件事情，傅念怡是傅星浩和江茶茶的女儿，当年江茶茶生的是个女婴。哎呦，你是不是受不住刺激，脑子有问题？茶茶当时生孩子的时候，我可一直陪在身边，那生男生女我会不知道？后面还是我亲手把孩子抱出来的，我会把性别搞错？别在这发疯了，丢人现眼。小雨姐，我知道你不甘心，可是我不至于连自己亲生的孩子都给搞错吧？你这抢孩子的手段有点太拙劣了。是吗？你不是说你的孩子身上有胎记？那我们现在就来验证一下如何？江茶茶、傅心寒，我真的很想看见你们知道真相以后的表情。一个男孩，一个女孩，性别都不一样，怎么可能会搞错？自己含辛茹苦培养的继承人，肯定不舍得送出去。我看呀，顾小雨是受了刺激了。可惜啊，堂堂顾氏集团的大小姐，给别人培养了一个优秀的继承人。顾小雨，你少在这耍把戏！念安就是我和茶茶的孩子。怎么，你们不敢验证了？你们说是靠着胎记认出念安是他的儿子，你们确定念安的身上真的有这块胎记吗？这还用检查吗？
孩子一出生我就接过来，我看的是清清楚楚，怎么会搞错呢？那你们当初啊，肯定是没有检查清楚，身上有胎记的是女婴，也就是傅念怡。这不可能！我确实有胎记，是我，真的是我，我才是你们的女儿，快带我走！他真的有胎记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这一定是你和你妈合起伙来骗我的！娘，我看看，胎记呢？娘，你的胎记呢？你的胎记呢？胎记呢？没事的，莎莎，胎记的事儿可能是当时咱们记错了，但你生的是男孩，怎么会错吧？对对对，信浩哥，你说的对，是我记错了，我记错了，我生的是男孩子，念安他就是我儿子。既然你们还是不肯相信，不如问问当年给我们接生的医生，看看你到底生的是男还是女。你就是当年给我接生医生？没错，当初确实是我给你接生。快去！医生，你赶紧告诉大家，当年我生的是个儿子，我就是傅念安的亲妈，你快点告诉大家，快点！江女士当初生的是个女的。江女士当初生的是个女孩。当初顾女士没生产完，江女士就被推进来，是我和护士把孩子交换了一下，所以她以为自己生的是男孩。两个孩子差不多是同时生的。当时傅信汉要求我们保密，并对外说江女士的孩子夭折了，并在当天就办理了转院。怎么会这样？肯定是假的，肯定是假的！顾小雨，是不是你买通了他们？他们给你做假证，你要跟我抢儿子？难道不是因为你先把江查查的孩子给我养着，买通了他们？我只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老公，还是你厉害。不过你打算怎么做？你不用担心，我早就想好了。你和顾小雨的试产期差不多，等她生了，我就把我们的孩子抱回去让她养。那一个孩子是养，两个孩子也是养，我就告诉她，孩子是我捡的，她一定会同意的。太好了，可是这生孩子需要去医院，到时候医生是会说出去的。放心，我早就打点好了。要是有人问他，就说你把孩子生下来就夭折，等孩子大了，我们再把他认回来，还能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医生身上。还是你想的周到，到时候就让顾小雨一个人在国内带孩子，我看他怎么纠缠你。你怎么什么都知道？要不是我长了个心眼，听到你们的全部计划，我恐怕这辈子都要蒙在鼓里。要怪就怪你们太不小心了，你们真的应该学学我，一个秘密要如何才能藏18年？18年！你肯定是胡说，这都是你臆造的。大家想想，要是当初顾小雨真的知道我负心汉偷偷换孩子，他能忍住18年不拆穿我？真是搞笑！谁能给你证明？傅心寒说的好像有点道理。我可以证明，顾小姐说的都是真的。我这有一段录音，您先听听。还能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医生身上。我为无数的孕妇保驾护航，就因为我没收她的钱，她竟然要毁我清誉。顾小姐，谢谢你今天告诉我，你说吧，只要不违反原则，我都愿意帮你。医生，我需要您在我2人生产的第一时间把孩子换过来，让江查查误会我的孩子是他生的。我要他们把所有的爱和关注都给我的孩子，等到他们把孩子认回去的时候，才发现所有的筹划都是一场。生了！医生，快去！哎，好。生了！医生，快去！哎，好。顾小雨生了个丫头片子，还真是惨。查查，辛苦你给我生了个大胖小子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对你孩子好的。看来顾小姐的计划成功了，他们果然以为江查查生了个儿子。当年我提前在产房更换了孩子，事后江女士和傅先生抱走的其实是顾小姐的孩子。要不是大小姐提前有准备，还不知道被这一对狗女害得有多惨。我就说顾家大小姐怎么可能是恋爱脑，这下真是恶有恶报了，自食其果，活该！
星汉哥，这不是真的，不是真的，念安就是我的儿子，对不对？知道了，你还有你们所有人都是顾小雨找来的演戏的，还有你，当初我给你钱你不要，原来是收了顾小雨的钱，就为了抢走我们儿子，对不对？傅星浩，这你还不相信啊？好啊，我还有其他的证据，你要看吗？证据？什么证据？这叫人干的事儿！傅星浩，你良心被狗吃了！人家顾小雨掏心掏肺给你带孩子，你倒好，伙同外面的女人算计他18年，就算不喜欢，也不能这么糟践人啊！要我说，小雨这是命好，早就瞧出你们不是东西，提前留了后手，不然啊，他娘俩指不定被你们坑成啥样。当初你们怎么算计人家的，现在就怎么摔跟头，活该！不可能，这都是假的，肯定是你！你买通这医生编瞎话，就是想把念安抢过去，我不上你的当！傅星汉，你好歹读过2年书，生物课总该学过吧？这是念安高考前的体检表，市医院盖了章的，假不了。你是 B 型血，江查查是 AB 型血，你俩说说，怎么生出个 O 型血的孩子 ？O 型，念安是 O 型，这不可能啊！怎么会这样？反而是念怡，上次她发烧去医院，我特意记了她的血型 AB 型。你俩再好好看看念怡，她那眉眼跟江查查年轻时一模一样，你们就没瞧出来？也是，你们怎么可能注意到念怡？这18年，你的注意力一直在念安身上，念怡这个亲闺女，你连正眼都没看过一次。所以妈，你从一开始就知道我是江查查的女儿。没错，当年给你取名念怡，就是盼着你能懂进退、知好歹，别学你亲妈那样，做人没底线，有其母必有其女，这话没说错。你们听见了？我才是你们的亲闺女，你们害得我在傅家受顾小雨羞辱，受到傅念安的打压，现在不能再丢下我，带我去国外，我要跟你们去国外过好日子。你想走？没门儿！我娶你回家就是解决我秦家资金问题的，现在想拍拍屁股走人，做梦！妈，救我！秦生他打我，你们快救我呀！别叫我妈，我不是你妈，你别缠着我们，你就是我妈，你不能不管我，你凭什么不管我？好家伙，这反转比戏台子还精彩！这出狸猫换太子，还有亲妈不认闺女的元素，哎，明天头条稳了。傅星浩、江查查18年，我等的就是今天。你们欠我的，总算要一一还回来了。你是我爸，你不能不管我，我可是你10月怀胎生下来的。妈，念安，对不起，让你一直以为自己是没人要的野孩子，让你在别人背后说情话时抬不起头，这些都是妈的错。妈，我从来没那么想过，你对我那么好，我生病时你守着我熬通宵，我跟别的孩子比一点都不差。现在知道你是我亲妈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你就是我妈，你别想着不认我，滚！你不是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是傅念安，他才是我的孩子，是高考状元，是个最优秀的孩子，不是你这样的废物！你凭什么推开我？我跟念安从小一起长大，顾小雨怎么教他就怎么教我，我现在这样，还不是因为你这个亲妈根儿就歪，你什么样我就什么样。不是，念一小心！你凭什么推开我？我跟念安从小一起长大，顾小雨怎么教他就怎么教我，我现在这样，还不是因为你这个亲妈根儿就歪，你什么样我就什么样。不是，念一小心！我说了不是。我的孩子是念安，是考上清北的状元，是最有出息的孩子，不是你这个后来做的废物，不是！够了，你疯了，真要打死他吗？查查，我送你去医院。
了我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她是你明媒正娶的媳妇儿，还不快送她去医院？我可没你这种上不了台面的女儿，别在我跟前晃悠，赶紧滚！这是你勾搭有妇之夫应得的报应。早知道你现在这么丢人现眼，生下来那会儿我就该掐死你，省得现在连累我。带我去国外享福，这是你欠我的。你以为你能赖掉？带你去国外，你也不瞧瞧自己啥德行，年纪轻轻就辍学混日子，还嫁给一个死瘸子。我带你过去干嘛？丢人吗？我混日子嫁死瘸子，你跟傅心寒当初不还拍手叫好吗？说秦家有钱有势，能帮他傅念安铺路，还逼我去爬那死瘸子的床。现在傅念安考上清北了，就嫌我丢人了。你早干嘛去了？你要干什么？松手！要憋死了！你早干嘛去了？我被死瘸子打得浑身是伤的时候你在哪儿？你现在嫌我丢人，晚了，晚了！队长，你是不是想把我们都拖下水？赶紧滚出去！我不滚，你们不能甩下我，我是你们的亲闺女。放开我，我不出去，你们休想甩了我！亲闺女，我告诉你，聂安才是我们的儿子，我早晚把他的抚养权抢过来，以后我们一家三口去过日子，跟你半毛钱关系没有。你再敢来纠缠，我就报案抓你！他们宁愿带顾小雨的儿子移民去国外，也不带我这个亲闺女。要是傅念安没了，他们不就只能认我这一个女儿了吗？妈，我现在真的很幸福。聂姨，妈，我今天来是给您赔罪的。以前我不懂事，总觉得您偏心念安，跟您顶嘴惹您生气，还在外头瞎混让您丢脸。现在我才明白，您从来没亏过我，就算知道我不是您亲生的，也把我当闺女养。傻孩子，知错就改就好。不管以前怎么样，往后你要是踏实过日子，我还是你妈，念安也还是你哥。来，起来吧，地上凉。是啊，妹妹，以前的事别往心里去了。真的，谢谢妈，谢谢哥。这些年要不是妈妈和哥哥不放弃我，说不定我更早就辍学了。我还想着攀高枝，我这就杀死我自己。念姨，只要你真心悔过，一切都来得及。幸好江茶茶的薄情和负心汉的让我看清了妈妈和哥哥才是我的亲人，真正的亲人。你们的大恩大德我无以为报。如果你们愿意接受念姨，那妈和哥喝了这杯茶就算原谅我了。以后我会努力上进，当个好女儿、好妹妹的。傅念安，等你药性发作，看你还怎么跟我抢！傅新浩和江茶茶只能认我这个亲闺女，国外的好日子就是我的。妈，哥，你们坐着，我去开门。你们来干什么？不是说再也不跟我来往了吗？这是傅家的房子，我想来就来。也好，等你们亲眼看着傅念安去死，我看你们还怎么带他去国外。傅新汉、江茶茶，你们又来干什么？这些都是我傅家德高望重的长辈，今天来就是让他们做个见证。念安是傅家的种，必须跟你断绝关系，跟我们去国外。念安是傅家第19代独苗，哪能一直跟着外姓人过日子？跟你爹走，傅家的产业以后都是你，这才是正途。你和江茶茶放着自己的亲生女儿不认，现在想要和我抢念安。念安是我的儿子，你凭什么跟我断绝关系？念安是你儿子，也是我儿子，儿子跟爹走天经地义，你别在这拦着。我今年已经满18岁，是成年人了，跟谁生活认不认谁得听我的意愿，不是你们说了算。你从来没管过我一点，现在想抢我走，没门儿！念安，爸跟你说真的，你跟我移民去国外，傅家的公司以后都是你的。还有你小叔公傅云恒，新城首富，现任的傅氏集团的总裁。他要是知道你考上清北，毕业肯定能直接接受他的公司。可不是嘛，云恒的孩子有出息，眼里最认傅家的根。你是傅家第19代独苗，他能不帮你？以后你在傅家肯定就是重点在栽培对象。云恒，
前2天啊，我刚给你小叔公打过电话，他听说你考上清北，非常高兴，还说要专门来参加你的升学宴。等他到了，我会让他给你包一个大大的红包。念安，你听你爸爸的话，傅小雨能给你的，傅云恒给你的是100倍、1000倍，以后你就是咱新城的首富。这些本来都是我的，傅家的家产凭什么都给傅念安？不过没关系，他刚合理，等会儿就该疼得打滚。我们的希望马上就全落空了。你想干什么？我不跟你们走。你这孩子是不是傻？这些好处100跟钱你都不要，分不清好歹。真是不知好歹！要不是你是傅家唯一的男丁，傅家的资源哪轮得上你？究竟是傅家的资源，还是吸傅云恒血？你们自己心里清楚。傅家的事儿你管不着，你顾小雨不过是养了念安几年，这抚养费我做主让云恒抽3倍补偿就好了。不过养不起。我生病发烧到40度，我妈抱着我跑3公里去医院，鞋都跑掉了，守着我熬了2宿没合影。我被学校里的孩子欺负，妈不顾豪门的尊严跟人理论，护在我身前，这些你们谁做过？哼，她是你亲妈，我就不是你亲爹了。我生了你，你就得跟我走。念安，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你刚考上清北，正是要紧的时候。学校最看重学生的品行，要是让校领导知道你不孝，连亲爹都不认，说不定取消你入学资格。你这是不准备认老子了？亲爹，从小到大啊，算上今天这次，我一共见了你连10次都不到，你有什么脸让我认你？念安，现在的大学里面最看重的就是学生的品行。你这刚考上大学，还没有去报到呢。如果让学校里面知道你连自己的亲爹都不认，你觉得会对你没有任何影响吗？念安，听话，还是乖乖跟爸走吧。念安，你咋了？是不是肚子痛？傅星汉，你干了什么？我没碰他，他自己突然很疼，指不定是跟你演苦肉戏，想拖延时间。傅念安，你少在这装模作样。这咋还吐白沫了？不像装的呀！快去医院，快！周周，马上就到手术室了。家属在外面等，我们马上手术。傅星汉，要是念安有什么3长2短，我不会放过你。是他自己摔倒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看他就是故意的。你不想让我们带他走，就叫他装逼吓我们。对，肯定是苦肉计。他刚考上大学，知道我们不会不管他，故意装晕倒，想拖延时间。苦肉计！你看他口吐白沫，浑身抽搐是装的。傅星汉、江查查，你们要是还有点良心，就别在这说风凉话。谁是病人家属？我是他的妈妈。我是他爸爸，有啥情况你跟我说。病人是农药中毒，现在肝肾功能已经出现损伤，必须马上手术，晚了会有生命危险。农药？谁给他下的农药？这好端端的，他怎么会中毒呢？不行，你一定要救救他，他才18岁了。你放心，我们会尽力。这是手术同意书，请家属签个字。我签。慢着，买这么多会不会太招摇？您这哪叫招摇啊？咱这是给状元郎送喜礼。18年了，我当年出国打拼，事业走得急，让小雨一个人带孩子，受了太多苦。这次回来，不光是给念安贺喜，更要好好补偿他们娘俩。您是出国18年的傅云恒傅先生？对。您是出国18年的傅云恒傅先生？对。傅家势力盘根错节，想要掌权不容易，不曾想一去就是18年，这才回国。那您是来找谁啊？您好，我们找顾小雨和傅念安，他们是住这儿吗？我们大小姐现在不在家。不是前几天刚办了宴会，这能去哪？还不是小雨那个老公作孽。哦，对，就是你那侄子傅星寒，他在国外跟江查查那贱人面逍遥了18年，一回来就跟大小姐抢念安，刚闹了一通，谁知竟然把念安弄到医院去了。什么？刚才来了乌泱泱的一堆医生，把念安抬走了。念安不知道被哪个天杀的下了毒，一直口吐白沫，估计是不行了。去医院。江查查，你干什么？把他给我拦住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顾小雨，你要想签这个同意书可以，但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念安现在生命关在旦夕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很简单，只要你同意跟念安划清关系，让念安跟我们移民去国外，
我就把这同意书给你。你们这么帮着傅星浩和江茶茶欺负我们母子俩，就不怕傅云环知道吗？我小叔知道了又怎么样？虽然他现在从国外回来，成了我们傅家地位最高的人，但是他也不可能不帮自己人，反过来帮你这个外人。就是，你就赶紧答应我的条件。胡闹，简直是胡闹！病人现在随时有生命危险，1分钟都不能耽搁。你们的恩怨能不能等手术做完再解决？要是耽误了治疗，你们负得起责任吗？听见没？医生都催了，你再犹豫1秒，念安就离死亡近1步，你自己选。是啊，这在场的就你和我2个人有资格在这手术同意书上签字。你多犹豫1秒，念安就离死亡更近一点。主任，不好了，病人血压和心跳突然往下掉，心率都快测不到了。什么？医生，我求求您，先救我儿子行不行？同意书我马上签，您别不管他呀。不是我们不救，医院有明确规定，没有家属签字，我们没法上手术台，总不能拿病人的命冒险。顾小雨，别在这儿跟医生装可怜了，你自己选，是眼睁睁看着念安没了，还是按我说的做？别磨磨蹭蹭的，念安可等不起。好，我答应你。等念安康复了，我就跟他断了母子关系，让他跟你们去国外。不急，这口说无凭的，你写份保证书，把自愿放弃念安的监护权、抚养权，让他跟父亲傅星汉生活，这些话写清楚，白纸黑字，免得日后你不认账。好，我写。我顾小雨在此保证，自愿将儿子傅念安的监护权、抚养权全部移交其亲生父亲，此后与傅念安恩断义绝，再无任何瓜葛，永不纠缠。行，算你识相，赶紧签吧，别耽误念安手术。哦，不对，现在该叫我儿子了。医生，求求你，一定要救救他，他才18岁，还有一辈子要过啊！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尽力的。哎，我说，你这同意书都签了，还不赶紧滚啊！我儿子在里面生死未卜，你让我走，你还有点人心吗？星汉哥，你看他都签了字，还赖着不走，万一念安醒了看见他，又被他勾走了，可怎么办？赶紧把他赶走！星汉哥，赶紧把他给赶走！从今往后啊，你和我那就是念安的亲生爸妈了，我可不想让这个女人再出现在念安身边。你也别不服气，等念安醒了，我们就带走。你呀，这辈子都别想再见到他，他很快就会忘了你这个妈妈。你们真当签了张破纸就能把念安从身边夺走？我告诉你，我永远都是念安的亲妈！你想耍赖？保证书可是你亲手写的，还想不认账？我是写了保证书，也说了把念安还给他亲生父亲，可傅星汉，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你配当念安的亲爹吗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当年要不是你趁我喝醉爬上我的床，怎么会有念安？他不是我儿子，难道是石头里蹦出来的？喝醉？你那天喝得像滩烂泥，连站都站不稳，怎么可能有孩子？我当初忍气吞声，不过是想护住念安。你真以为我愿意跟你扯上关系？不可能，你肯定是为了不让念安跟我们走，连这种毁自己名声的谎都敢撒。好，就算你说的是真的，念安不是我儿子，那他是谁的？你说啊！是我儿子。
小叔，你怎么来医院了？我再不来，我的女人和儿子就要被这群人欺负死了。哎呦，小叔，你可千万别误会，是这个顾小雨她不知好歹，我正打算教训。哎，不对啊，你刚才说你的儿子，谁是你的女人？让你说回去了。云恒，我没用，没保护好念安，让他遭了这么多罪。不怪你，是我来的太晚了。你放心，从今天起有我在，没人再敢动你和念安一根手指头。儿子，念安是你们的孩子。顾小雨，你竟然敢出轨，你对得起我傅家吗？出轨？麻烦你搞清楚，当年和你领结婚证的是江茶茶，这18年陪在你身边，跟你在国外逍遥的也是江茶茶。我顾小雨跟你傅星汉，除了一个有名无实的傅太太称呼，还有什么关系？你也好意思说出轨？是啊，星汉当年和顾小雨就办了个简陋的酒席，连结婚证都没领，法律上根本不算夫妻，反倒是他和江淘淘早早就领了证，只是一直瞒着大家。可是云恒，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你怎么和顾小雨扯上关系了？你怀孕了，我要当爸爸了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西汉哥，你小声点，要是被人听见，咱们的孩子就成私生子了，要被戳一辈子脊梁骨的。你放心，我早想好了，等孩子生下来，我就抱回傅家，让顾小雨帮咱们养。他不是想当傅家媳妇吗？养个孩子算什么？到时候咱们就谎称去国外开拓傅氏集团的市场，我们就能一起在国外潇洒了。西汉哥，你对我可真好。傅星汉，你竟然联合一个外人这么算计我，我今天一定要问个清楚。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？高兴，今儿我高兴，我要当爸爸了，嘿嘿，我要有儿子了。你可千万别告诉顾小雨那个黄脸婆，不然我饶不了你。傅星浩，我问你，结婚到现在，你碰都不碰我，也不跟我领证，是不是因为江茶茶？你爱他，所以你让他跟你生孩子，要我给你们养孩子？没错，我就是爱茶茶，从一开始我就没爱过你。我娶你就是为了用你傅家的钱，让我在傅氏集团站稳脚跟。而且我早就跟茶茶说好了，死都不碰你。我要证明我对她的真心。那我呢？我又做错了什么？我到底哪里对不起你？要这样作践我？臭婆娘，我给你脸了是吧？你敢动手？你错就错在插足我和茶茶的感情，这一切都是你的错。那你呢？你不是口口声声说爱江茶茶，为什么还要为了我顾家的钱和我在一起？闭嘴！信不信我打死你？傅星浩，你这么算计我、打我，从今往后，我顾小雨跟你彻底清零。谢谢小叔，好巧啊，你也喜欢这家酒。不是好巧，是因为你喜欢，我才喜欢。小叔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小雨，傅星汉那样的人，不值得你为他想不开。我才不会想不开呢，做错事的是他们，我不会因为他们的错误来惩罚自己。你要是想报复他们，找我。我和小雨早在18年前就相互爱慕，那晚我们就私定了终生，很快领了结婚证。这是我和小雨的结婚证，我和小雨是法律认可的夫妻，有名有实。往后谁再敢说偷情、出轨这种混账话，别怪我把他赶出傅家。允恒啊，就算你和顾小雨有情分，可他以前毕竟是星汉的人，你这么做传出去对傅家名声不好啊。对，这件事就是顾小雨有错在先。傅星汉，你也别在这装糊。从你跟江茶茶勾搭上动手打我的那天起，我就对你死心。咱们俩既没领结婚证，也没夫妻之实，连事实婚姻都算不上。我跟谁结婚，轮得到你管？那念安呢？你说念安是你和他的孩子，那我以前以为念安是我喝醉那天。我怎么可能跟你这种烂人有关系？念安是我和云恒的，我和云恒领了证，自然就有了念安。
当年云恒为了傅家要去国外开拓市场，怕我一个人在傅家受欺负，也怕说出来没人信，就让我先别声张。恰巧那时候你自己认了念安是你的孩子，我想着等云恒回来再告诉大家，就没戳破。可我没想到你和江茶茶竟然连我刚出生的孩子都想算计。那时候我怀念安8个多月，傅星汉突然变了性子。以前他天天往外跑，跟江茶茶厮混，那段时间却天天守着我，连我做饭都要过来搭把手。我当时还傻呵呵的以为他终于良心发现了，知道我是他名义上的媳妇儿，马上要给他生娃，终于愿意把心思放在我身上了。可没过几天，我就觉得不对劲。小雨，我要送客户的古董花瓶放哪了？我急着见客户呢。是不是在客厅展示柜上面？你快帮我拿下来。王妈，哎呀，来不及了，你去拿吧。行行行。跌倒。哎呦，大小姐，你这是在干嘛呢？快下来，快下来！慢点，慢点。哎呀，大小姐，您都是快要当妈的人了，你怎么一点都不小心呢？一点都不把自己肚子里的孩子当回事儿。没事，我这就是帮忙找点东西。你那么大个男人都在那儿呢，还用得着你一个孕妇这爬上爬下的找东西？这老公是吃干饭的。后来偷听到了傅星浩想要制造意外让我早产，只可惜我千防万防，还是着了他们。小雨，小雨，快起来！我买了好东西给你。后来的事你们都知道了，傅星汉把孩子抱给了我，带着江棠他去国外潇洒惬意的过了18年，看着我把孩子养大，就等今天坐享其成，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你们没想到吧？你们精心策划了18年，到最后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您就这没想过，顾小雨，你好狠心啊！你竟然骗了我18年，我怎么会娶了你这么一个恶毒的女人？嘘，别这么说，和你结婚的是江茶茶。和我结婚的是傅云恒，按辈分，你还得叫我一声小婶。小雨，你，傅星汉，你出轨、家暴、弃养亲骨肉，这桩桩件件哪将又对得起小雨？竟然还想毁了小雨的一生，让他帮你们看孩子，你哪来的脸？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我都听到了，真是精彩，老天有眼啊！爸妈，你俩真是一对笑话。你们当年为了占便宜，把我扔给秦家那死瘸子当出气筒，害我活得不如一条狗。现在好，你们心心念念抢了18年的儿子，跟你们半毛钱关系都没有，这就是你们的报应。不过你们也别太绝望，现在你们身边还有我这一个亲女儿，不是吗？啊，你们的后半辈子还得靠着我活。走，带我去国外，带我去国外，走啊走！各位叔叔伯伯，过去你们帮着傅星汉欺压小雨母子的事儿，念在同族份上，暂不追究。但傅星汉的恶行必须今日了结。傅星浩婚内出轨，家暴妻子，算计亲骨肉，所作所为早已败坏傅家门风，即刻将傅星浩逐出家谱，永不得再动用傅家任何资源与人脉。还有我顾家的钱财，我会一分一分的讨回来。不要啊，小叔，我知道错了，你不能断了我的后路啊！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路是你自己选的，后果就得自己扛。从今往后，我带着小雨和念安去过安稳日子，你们俩就自生自灭吧。小叔，求你再饶我一次，我跟茶茶过惯了好日子，过不了苦日子啊！求求你了，小雨，小雨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叔叔伯伯们，求求你们帮我们说句好话。不管怎么说，我跟星汉也是傅家的人啊，不能眼睁睁看着我们受苦啊！事到如今，你还想让我们说什么？当初你们算计顾小雨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有今天？你和星浩这事儿做得太不体面了，你让我们怎么跟云恒说？你当年敢做那些缺德事儿，就该料到会有今日的下场。为什么？他们明明答应带我去国外的，你为什么要拆穿一切？为什么所有好事都轮着傅念安？你们一个个都围着他转，争着带他去国外享福，凭什么没人要我？我到底哪里比不上他？医生，我儿子怎么样了？他没事对不对？他才18岁，他不能有事啊！
对不起，顾女士，我们已经尽力了。病人服用的农药剂量太大，毒素已经侵入五脏六腑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！你骗人！我儿子不会死的。念安那么乖，他还没去上大学，他还没跟他爸爸见过面，你把他还给我！你把我的念安还给我！小雨，冷静点，念安也不想看到你这样。你还给我！死得好！傅念安，你有今天，我得不到的你也别想得到。你抢了我18年的关注，现在终于能清静了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以为我今天来道歉是真心的？妈，你也太天真了。我实话告诉你，傅念安茶里的农药是我下的，我就是要让他死。你说什么？念安的毒是你下的？没错，就是我。他不是总爱抢在我前头吗？上学比我成绩好，妈比我疼他，连移民去国外的机会都要跟我抢。那这次又让他抢先一步去死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这么做？念安他做错了什么？他才18岁啊！你们从小一起长大，在一个锅里吃饭，你们本应该是比亲兄妹更亲的家人呢。兄妹，家人，你们在场的谁真正把我当过家人？谁真正关心过我？顾小雨不是我亲妈，她对我冷淡，我认了。可你呢，傅星浩？我是你亲生女儿啊！你难得回一次家，眼睛里从来只有傅念安。就算知道我才是你和江茶茶的孩子，你们还是要抛下我带他走。我是垃圾吗？你们想丢就丢。所以我就想，只要傅念安死了，你们是不是就能看到我？是不是就能带我去国外了？现在好，他死了，你们终于能把注意力放我身上，对吧？你看啊，你们现在就全是在看我啊！好女儿，做得好，不愧是我江茶茶的女儿，杀得好。顾小雨，你聪明了一辈子，你总以为你可以把所有人都掌控在自己手里，临门一脚。你儿子死，你就等着给你儿子收尸吧。我跟你不一样，我还有傅念怡可以给我养老送终，而你就只能守着你儿子棺材板过后半辈子了。你笑什么？你跟顾小雨的孩子死了，你居然还笑得出来？各位，你们都听清楚了。执法人员，你什么时候报的案？你好，请问今天有没有个17、18岁的男孩来医院抢救？哦，是那个理科状元吧？他的症状像是药物中毒，现在在手术室紧急抢救。中毒？念安和小雨都不是个杂心的人，能神不知鬼不觉的给他下毒，骗他喝下去的，必定是身边最亲近的人。要是不想办法把他揪出来，难保他下次不会再加害少爷和夫人，怎么办？报案。傅念安没死，这个医生配合你们在演戏。如果不这样做，怎么能揪出你这个幕后真凶？那念安他现在怎么样了？你放心，我的司机刚才就问过抢救室的医生，好在念安喝到毒中，送了一个及时，洗了胃就没事了，已经脱离危险期了。没死，没用的废物，连个人都毒不死，还说自己不是个废物。你能干成什么事儿？就是个扫把星。你去死吧！这是你欠我的。杀不了傅念寒，我就杀你！我这辈子的苦都是你害的，你让我被情上家暴，被所有人嫌弃，害过我的人到时都得死。你也有今天！我打死你这个不孝女！你竟然杀了你亲妈！以前是我不好，总想着等掌权了，让你们母子过上好日子，却忽视了一家人在一起才是最好的。这些年，让你和念安受了那么多苦，以后我回国了，再也不跟你们分开，我会加倍补偿你们母子。我们一家终于可以团聚了。